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蔬果的频道。秋收过后，很多家庭都开始囤积食材了，像大白菜、红薯、土豆这些食物，本身就有耐储存的特点。如果再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保存，就能保存更长的时间。在这些囤积的食材中，土豆是最受欢迎的。它不仅价格十分亲民，还可以做出很多种不同的美食，比如炖土豆、土豆丝、土豆泥。无论是家常便饭还是节日大餐，土豆都能轻松驾驭。在农村还好，有地窖，保存土豆的方法也很多。但对于住在城市的朋友来说，就没有那么多招了。土豆放不了多久，总是容易干瘪、发芽。众所周知，发芽的土豆中含有大量的龙葵碱，吃了对身体不好。于是很多人便会把发芽的土豆扔掉，实在是可惜了。还有些人不懂得保存土豆，会将土豆直接塞进冰箱。这么做是万万不可的，因为土豆在冰箱内会形成一种不好的物质，最明显的就是土豆内核发黑。如果我们吃了冰箱里的土豆，对身体大大不利。而且土豆放进冰箱后，冰箱内的冷空气反而会让土豆更快的发芽变质。所以不要将土豆放进冰箱。下面就让我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保存土豆的好方法，这些方法不仅简单实用，而且效果显著，能让你的土豆保存小半年都新鲜如初。方法一：黑色袋子保存法。首先，准备一个黑色袋子。购买土豆的时候，最好挑选那种有泥的、干燥的、完整的、无发芽的。保存时不要清洗，直接将土豆放进黑色袋子中。我们想要土豆保存很久，首先要懂得土豆需要什么样的环境。当土豆经常被阳光照射时，土豆会发芽，也会发绿，产生了叶绿素和龙葵素。所以，想要土豆储存的时间更长，需要给土豆制造一个干燥、避光、温度适宜的地方。土豆害怕阳光，遇阳光后容易发芽或变绿。那么，将土豆放在黑色袋子中，就给土豆制造了一个黑暗的环境，不会接触到阳光。然后，把袋口扎紧，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，避免高温环境。这个方法能让土豆长时间不发芽、不变质。只要土豆你没有清洗过，表面还有泥土，就是最好的保鲜剂。泥土可以在土豆表面形成一层天然的保护层，防止水分流失和细菌侵入。方法二：水果保存法。我们可以准备一个袋子，然后把土豆放进来。大家买土豆时最好挑选这种黄心土豆，黄心土豆味道更香，而且更容易煮烂，做出来的菜品颜色也更美观。好了，我们再往里边放一个苹果。我们都知道苹果有很好的催熟作用，买回来的青香蕉或者是不熟的猕猴桃，往里边放上几个苹果，过不了2天就会非常的好吃了。其实苹果除了可以催熟，还有很好的保鲜作用呢。因为苹果中会释放一种叫乙烯的气体，能很好的抑制土豆发芽，也就降低了土豆的出芽率。只需要一起放进塑料袋中，把里面的气体排掉之后，袋口扎紧，同样的也是放在阴凉通风处。其实这个方法是非常简单、方便、实用的。想要长期储存土豆时，确实可以考虑将少量的苹果和土豆一起放在密封的保鲜袋里。这个方法保存1-2个月是没有问题的，期间大家注意更换苹果就行。苹果在保存过程中会逐渐失去保鲜作用，所以定期更换苹果可以确保土豆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。方法3：保鲜膜包裹法。我们准备一张保鲜膜，平铺在桌面，然后把土豆一个个放上来，用保鲜膜将其完整的包裹起来。全部以这样的方式处理好，然后将其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即可。土豆会发芽，一方面的原因也是因为土豆接触到家里的空气，在潮湿的状态下就会发芽。而将保鲜膜将土豆裹起来，土豆表面是完全接触不到空气的。用保鲜膜将新买回来的新鲜土豆多裹几层，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保鲜，土豆干净又方便，保存1-2个月是没有问题的。这种方法特别适合那些对保存环境要求较高的家庭，尤其是住在潮湿地区的朋友们。保鲜膜可以有效隔绝湿气，
保持土豆的干燥。方法4：纸箱保存法。这个方法也可以保存大量的土豆。首先，准备一个纸箱，不急着将土豆放进去，在纸箱底部铺上一层纸巾，或者是旧报纸之类的，纸就更好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用孩子写过的本子也是可以的，干燥程度和吸水性都差不多，可以吸收空气中多余的水分，对于我们保存土豆是有利条件的。然后我们准备一袋这样的家用小苏打，像这种小苏打，我们平时包包子、蒸馒头都会时不时的用上一些，现在保存土豆也可以用到小苏打。这里加入小苏打，主要是因为小苏打可以吸收空气中多余的水分，它在这里充当了一个干燥剂的作用，而且还有保鲜的作用呢。将小苏打均匀的撒在箱子底部，接着将土豆挨个放进来。记住，放置土豆的时候，土豆与土豆之间尽量保持一定的间距，绝对不可以全部堆叠在一起，放得太过拥挤。它们的表皮特别容易发生摩擦和碰撞，表皮被挤压化了以后就不容易保存了。如果我们保存的土豆多的话，就多摆2层，但是记得每一层都要摆上纸巾，撒上一些小苏打，再依次将土豆摆放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大家在保存土豆的时候，很喜欢将红薯和土豆放在一起，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。红薯跟土豆一起保存的话，会使红薯硬心，土豆也容易长芽。我们将土豆放到最后一层的时候，依然记得用纸巾和小苏打封顶。最后盖上纸箱盖，密封起来就可以。用这样的方法来保存土豆，可以保存1年也没有问题，土豆不发芽、不变绿、不会化。一样的，将土豆放置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就可以。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4个保存土豆的小方法，非常的简单，但特别实用。您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别忘了收藏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，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。喜欢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蔬果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